近段时间以来，美西方国家持续就香港、新疆以及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甚至污蔑抹黑。外交部周一就表示，希望在涉疆问题上能够多一些事实真相，少一些谣言谎言，多一些交流合作，少一些政治操弄。而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傅利民周日发文，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应在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如果继续选择与中国对抗，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失道寡助。据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德国和英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将于周三在线上举行的联合国活动上发表讲话，提及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并讨论如何提供支持。消息称，中国已就此事向联合国成员国发照会，表达中方对此活动的反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对此回应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美国等个别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制造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那么美方纠结少数几个国家滥用联合国的资源和平台，抹黑攻击中国，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这完全是对联合国的亵渎。同时，我必须要指出，美国、英国、德国等几个西方国家根本代表不了联合国，更代表不了国际社会。华春莹还反问美国，如果新疆真的存在他们所指控的人权问题，难道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它的50多个成员会不比美国更关心吗？他介绍，伊斯兰合作组织此前曾经应邀派代表团参访新疆，他们充分肯定中国政府重视保护穆斯林信教群众各项权利，积极评价中方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努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包括沙特、阿联酋等穆斯林国家在内的80多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发声，支持中方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这个杀害了上百万穆斯林、侵犯了数千万穆斯林人权的国家，居然信誓旦旦的现在关心起了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这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前，瑞典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发表题为《认定新疆种族灭绝别有用心》的专题报告，揭露美西方炮制涉疆种族灭绝谬论的黑幕。美国独立网站 Counterpunch 也刊发题为《对终极犯罪种族灭绝的反思》的文章，指出美国炮制涉疆种族灭绝的指控由意识形态驱动，没有证据支持。华春莹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文章，并指出，瑞典基金会的报告指出，美国有关智库所谓涉疆种族灭绝的报告存在严重的学术不规范的问题，并且有意忽略了种族灭绝的定义和恐怖主义等重要因素。部分章节的学术水平还比不上硕士论文，指控中国种族灭绝这个证据基础是惊人的薄弱。而美国网站有关文章的2个作者，一个是人权问题的专家，另一位是知名的国际法教授。他们2人从专业的角度深入阐述了涉疆问题。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有理、有据、有分量。我们希望在涉疆问题上呢，能够多一些事实真相，少一些谣言谎言；多一些客观公正，少一些造谣污蔑；多一些交流合作，少一些政治操弄。这个在国际舆论格局和国际舆论场当中啊。西方依然具有这个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和甚至是垄断地位，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英文媒体或者外文媒体，其实大量的就会出现这个西方的话语垄断一切的这样一种局面，而新疆问题呢，也正是他们的一个着力点和抓手，所以说他就不遗余力的去黑中国、歪曲中国。上周五，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提出，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各方应坚定走携手合作、互利共赢之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该会议上指出，不能将个别或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当成国际规则，不能搞分裂对抗和以意识形态划界，不能动辄诉诸单边制裁和武力施压，更不能开历史倒车，阻拦多极化进程。周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式的致辞中提到，个别国家正试图重拾纳粹主义，奉行本国例外政策。俄一贯捍卫国际法准则，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对此，华春莹在周一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这几年我们的确看到有的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错误政策，固守零和博弈的思想，在国际上大肆炒作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企图搞小圈子，制造分裂，搞集团政治。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国际形势下，中俄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坚决反对霸权、霸凌、霸道，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呢将继续同俄方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坚决地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周日，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明在澳大利亚亚太事务研究网站东亚论坛上发表题为《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对华比赛》的文章。文中指出，如果美国继续选择对抗，只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美国应在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如果继续选择与中国对抗，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失道寡助。傅立明指出，各国想要的是获得多边支持来应对挑战，而不是美国的单边对抗。希望在主权最大化的条件下容纳中国，而不是让中国成为敌人。一个国家的政策，首先呢，它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或者是这种科学的规律。那么第二个呢，它不能违背民意和民心。那么因此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在这个新三链领域和中国脱钩的做法，或者是这个经营绕过中国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分工的产业链啊，这个价值链等等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是不得人心的。那么而美国的做法在于呢，他试图通过从双输的局面当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本身是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规律的。周日，中国长征5号 B 火箭的残骸落入印度洋马尔代夫群岛西侧的海域，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对中国火箭残骸不受控制地返回地球等进行炒作抹黑。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甚至发声明妄称，中国在处理太空残骸方面没有达到负责任的标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强调，中国对于火箭残骸的处理是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反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环球时报的社评就指出，这是一次无耻的联合炒作，美国少数科学家推动参与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抹黑，这是一种堕落。华春莹表示，经向载人航天办公室和中国航天局了解，用于发射航天器的运载火箭经过轨道高度自然衰减，最终载入大气层销毁，这是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经过监测分析，周日10时24分，火箭的末级已经载入大气层，落入了东经72.47度、北纬2.65度周边海域。截至目前，没有对地面造成危害的报告。而且该火箭末级已经采用了钝化处理的技术，不会在轨道上发生爆炸而产生空间碎片，其末级绝大部分的组件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对航空活动以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小。中方也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共享载入预测的结果。那么在它载入的过程当中，中方呢也始终对载入的轨迹进行了严密的跟踪，并且提前发布了载入大气层的情况公告。华春莹表示，中方一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开展和平利用外空的活动，愿意就空间碎片问题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确保外空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但是，美国一些媒体显然有双重标准。在今年3月份，美国的火箭残骸掉落到美国一家农场时，美国的媒体纷纷用流星划过点亮夜空、炫目灯光秀这样的浪漫词汇来描绘和渲染，但是一到中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调门。我也注意到网上的中国网民调侃说也许美国的政客会失忆，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想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各方都应该是客观理性的。我们愿意呢同包括美国国内的其他国家一起加强在外空利用方面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也秉持双重标准。过去1周，在有心人士的操弄下，恶意抹黑中国长征5号 B 火箭残骸的闹剧，在美西方的舆论场轮番上演。先是英国卫报等媒体渲染威胁说，火箭残骸正以每小时约2.7万公里速度绕地球飞行。从飞行姿态看，火箭残骸已经失控，它有可能对地面造成威胁。CNN 随后跟进称，由于火箭重达22吨，让人担心一旦有碎片坠落在居民区，可能造成破坏。而后，美国国防部也煞有介事地介入，猜测火箭残骸的坠落地可能位于哥斯达黎加等近10个具体国家。
甚至还一度讨论是否击落。而美防长也一方面回应说不会击落中国火箭残骸，一方面又引导舆论塑造残骸失控坠落要归咎中国疏失的错误看法。因为是5月份、6月份，拜登政府2022年度的国防预算即将出炉，在这个时期，美国的这个各个军种啊都喜欢在新的国防预算出台以前，为自己分得更多的蛋糕。那么，作为美国的太空军，他也希望在这个时候为他自己的这个今后1年的发展争取更多的预算。所以呢，他希望通过炒作这个中国的火箭残骸的威胁这样一个由头，来为自己寻求更多的这个国防预算。事实上，西方媒体宣传口径中所谓失控火箭残骸一词，是为抹黑中国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生造的非专业词汇。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所有的火箭残骸都不受控，因为回来的火箭残骸本身没有动力系统，是依靠地球引力经过大气层摩擦达到销毁的目的。这也是目前所有国家的做法，因为火箭的要求就是要把所有的运力用到发射载荷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双重标准。那么在火箭残骸这个问题上呢，中国的火箭有残骸，美国的火箭也有残骸，它照样会这个落入到大海或者是陆地上去，也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危害。那么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他不说自己的，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猎鹰9火箭？这并非西方媒体第一次炒作中国火箭的残骸问题。去年5月成功首飞的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把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入太空，西方媒体就大肆炒作所谓中国火箭残骸威胁。当时，中国航天专家邢强博士就表示，火箭本身结构是皮薄馅多，内部燃料在发射过程中消耗后，剩余的火箭壳体质量并不大，而且以铝合金为主的壳体很容易在大气层中焚毁，残骸对地面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中国运载火箭残骸的飞行轨迹经过科研人员的精密计算，通常残骸的最终落点都在南太平洋，远离了人类活动区域。这些残骸对人员的伤亡呢，这个危害呢是非常低的，比我们通常的出行的时候乘坐交通工具损伤的概率呢要低得多。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周一发表的文章透露，一直以来，火箭设计师们还在寻找对策，降低火箭残骸的威胁。近年来的一些试验，让残骸的精准降落和回收成为可能。去年，长征火箭在发射任务外，研制人员给火箭的一个助推器安装了多个降落伞，在坠落过程中，降落伞先后展开，成功控制了助推器坠落时的姿态和方向。火箭设计师钱航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在火箭发射任务中实现残骸信息的实时接收、处理和显示。根据定位到的落点位置，研制人员在25分钟之内就找到了火箭残骸。而此前完成这项工作，短则需要几小时，长则需要数月。环球时报周一的社评表示，美国的这一轮炒作，让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了解航天发射常识的人，再次看清了美方一些精英的集体小心眼。他们就是对中国航天技术进步太快羡慕嫉妒恨，对几年之后太空中将只有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受不了。其中一些人还想用他们制造的噪音阻挠干扰中国接下来围绕空间站建设的密集发射，一边骂着中国发泄情绪，一边争取实现他们的图谋。中国没有讨好美国和西方舆论的义务，我们根据国际规则和中国的权利做事。华盛顿和他的盟友不具有裁判权，对他们的胡搅蛮缠，我们最正确的态度就是鄙视。可以预见，在2025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间段内，那么中国的这个天宫空间站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运行的在轨运行的空间站。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空间站，又是唯一在轨运行的空间站，中国的空间科学研究一定会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中国在这个国际空间领域、航天领域的话语权一定会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实际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探索太空的需求，世界各国火箭发射活动越来越多，近地球轨道的太空垃圾也越积越多，导致太空坠物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成为了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据美国航天局 NASA 统计，在过去50年，平均每天都有一件太空垃圾坠入大气层。历史上，美国的太空发射任务数量领先，因此许多与太空坠物有关的记录就是由美国创造的。1997年，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勒迪·威廉姆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一大团火球朝自己飞来，擦过肩膀撞向地面。后来证实，这是一枚约2个手掌大小的火箭残骸，来自于德尔塔2型火箭的第2级。该火箭是当时 NASA 的主力型号之一。如果这个残骸再偏离几公分的话，它可能就会击中这个无辜的女人头上，那么后果也就不堪设想。当年美国媒体称勒迪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并引述太空专家的话表示，火箭残骸不受控制，预测它们的坠落非常困难。人类历史上不受控制从轨道上坠落到地球的最大物体也是美国的。1973年，美国航天局发射了天空实验室，这个大家伙重达77吨，是美国第一个环绕地球的航天站。在轨期间接纳过3批航天员，每批3人，进行了270多项研究试验。但最后一批宇航员在离开时留下了大量补给物资，门也没锁。最终 NASA 放弃了这一项目。1979年，天空实验室失控坠入大气层，坠落在澳大利亚珀斯附近海域。有美国媒体复盘天空实验室的坠落时，认为从发射到运行到最终坠落，整个过程充满意外和错误估算，给 NASA 的危机管控能力敲响警钟。历史上，美国是发射航天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它的火箭坠落到地面上的碎片、残骸，或者说掉到海里的这种剩余的部件，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很少听到西方的媒体炒作说美国的火箭发射对地球造成了不安的影响，而现在他们却盯着中国的航天发射。实际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说呢，他们对于中国航天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些年航天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航天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持一个对立的态度的。美国最近一次火箭残骸失控坠落就发生在今年3月25号，马斯克发射的猎鹰9号火箭，其残骸坠落在华盛顿州东部格兰特县的一个私人农场，在地面砸出了约10厘米深的坑，所幸并未伤人。据介绍，坠落物为一个耐高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压力容器，长度约为1米。SpaceX 公司的工作人员随后取回了这个容器，这个容器非常坚固，因此并未在再入大气层时烧毁。而猎鹰9号的可燃碎片在大气中烧时发出类似流星的条纹状强光，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烟花秀和划过夜空的美丽流星。而这些整日悬在人类头顶的潜在高空坠物，事实上就来自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以来发射的超过7000多颗航天器及其在地球轨道上投放超过了2万吨的物体，并且这个数量仍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马斯克公布的星链计划 ，SpaceX 公司计划总共发射42000颗卫星。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中心的科学家麦克道尔在对照了 SpaceX 和美国政府的数据后，发现已经发射上天的800多颗星链卫星中，有大约3%已经失效。所谓失效，是指这些星链卫星已经不再受到地面指令控制，也无法变轨，成为死星。麦克道尔表示，虽然3%的故障率不算高，但考虑到 SpaceX 的卫星互联网计划规模庞大，即使3%的卫星失控，数量也相当令人震惊。2019年，欧洲航天局的大气动力学监测卫星就差点撞上马斯克的星链卫星，被迫临时变轨。更令人震惊的是，星链公司没有回应欧洲宇航局的处置请求，事后称是漏看了电子邮件。星链数万颗卫星，其中报废的数量会随着年代的推进而急剧增加。那么这些卫星是否有回收的计划？如果不能回收，那么它们在低轨运行，要么就会坠入大气层；如果不能烧毁的话，很可能会在地球的表面形成比较密集的碎片的溅落区。这种密集的溅落会对地面产生很大的隐患。即使没有很大的隐患，那么在轨道上运行数万颗卫星，会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发射造成很大的阻隔作用。而大量太空垃圾造成凯斯勒现象才是最可怕的。所谓凯斯勒现象，是美国航天局的太空碎片研究专家唐纳德·凯斯勒在1978年提出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如果地球低轨道的太空垃圾密度足够高，将产生级联碰撞。一块碎片被碰撞产生多个碎屑，这些碎屑又会与其他的太空垃圾继续碰撞，产生更多的碎屑。
今年3月10号，美国一颗代号为 NOAA-17的退役气象卫星在太空解体，分裂成16个垃圾碎片。过了7、8天后，其中一片碎片击中了另外一颗卫星。而肇事的美国卫星设计寿命为3年，2005年就已经到期，但美国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将它移动到目的轨道，最终因电池老化而自爆，进而殃及其他国家的卫星。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那么长征5号 B 遥2运载火箭星1级火箭残骸9号坠入印度洋马尔代夫附近海域，未造成附带损伤，但西方舆论呢却对所谓中国火箭不可控坠落多有抹黑，甚至美国国家宇航局局长也公开指责中方作业不规范。那您对此怎么来看呢？是的，刘芳，美国的火箭不可控载入是流星划破天际，中国的火箭遵循同样的技术逻辑，就被说成是火箭失控坠落。这分明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国际驰名双标嘛。但要驳斥西方的那一套污名化报道，仅用双标2字进行回击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将论述进一步精细化、科学化，逐一驳斥这种双标的虚伪和谬误。首先，在西方媒体的报道语境中长5B 火箭采用的1级半构型被他们描述为一种落后、危险的技术。然而，真的如此吗？运载火箭的设计首先是为了载荷服务的，讲究用最小的成本将载荷运送到预定轨道。运载火箭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越复杂，火箭的级数越多，它的可靠性也就越低。因此，人类追求的最理想环境是用1级火箭就能把载荷打上去，这意味着成本低、可靠性高。长5B 火箭的技术路线就有些趋近于这个所谓的理想环境。只不过它因为还有4个助推器，所以在新1级的基础上多了一个半级，成了1级半。现在我们应该明白，1级半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美国的猎鹰9、欧洲的阿里亚纳5都有类似的构型。其次，什么是不可控载入？这里的载入是指航天器载入大气层，说的直白些就是从太空中调回地球上。不可控载入实际上是人类航天界公认的技术路径之一。各国的运载火箭2级都采用这种方式，比如美国 SpaceX 的这个猎鹰9，在低轨道上，它现在还飘着40多个2级火箭，它们会在未来2年内陆续不可控载入。将中国的长5B新1级的不可控载入粗暴地描述成一种失控火箭，显然是一种污名化的操作，它只能忽悠广大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再者，不可控载入就必然造成人类的生命财产损失吗？若用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说明，这只是一个概率问题。而我们的长5B选择在海南岛这样的低纬度地区发射，它的落区在海洋上空的概率又进一步提升了。我还翻阅到一篇论文，是关于长5B采用了这个后效段多维增益自适应调整技术。简单的说，就是在新1级与载荷分离的时候将火箭的姿态调整进一步控制在了这个可预测的范围内。可见，在进行发射规划时，中国显然已经对火箭不可控载入时的姿态进行了人为控制。此外，中国发射的长5B火箭是否违反了国际外层空间法呢？我可以明确地表示，当然没有。长5B严格遵守国际钝化条例，火箭发射后它严格执行了3排，也就是残余燃料排空、残余气体排空、剩余蓄电池能量排空。我详细阐述了一些技术细节，还是希望人类关于长5B的发射后效应该秉持科学的态度，而不是一些西方媒体采取选择性无视科学、意识形态挂帅的报道模式。那么既然火箭发射后的不可控载入原本就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为什么西方政客与舆论的污名化指责能引发反响呢？那中国今后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我能够理解西方民众对中国长5B火箭新1级不可控载入的焦虑情绪，它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类对高空坠物的恐惧。美国与苏联是最早进入航天俱乐部的老牌玩家，因此西方社会对航天器载入大气层的这种不可控因素有着一定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甚至与冷战的核恐惧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反复提及的，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人类在探索太空时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但在中国火箭发射后不久，美国军方就在舆论场上设置是否应该击落这枚不可控火箭的议题，这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美国
用这种激烈的方式给中国对人类探索太空做出的巨大贡献人为贴上了所谓人类公敌的标签，这就是政治操弄。北美防空司令部曾几何时讨论过要把马斯克的火箭打下来呢？我留意到国内有自媒体文章以美国当年天空实验室空间站的不可控载入为例它说明西方民众对此事的关注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记忆的。但我要指出的是，82吨的 Skylab 当年不可控载入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事故，而中国航天的这个长5 B 火箭新一级不可控载入则是完全计划之内的事情。人类对预期之内的与预料之外的事情产生的恐惧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西方社会当年对 Skylab 的坠毁兴起了一轮近乎民间狂欢式的关注，它更像是一个带有娱乐性质的文化事件，而非全民恐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我留意到，在长5 B 遥2火箭发射后美国、欧洲、俄罗斯方面都陆续发布了一些跟踪监视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只聚焦跟踪监视，对火箭残骸的载入时间与落区的预测都为时过早。美国太空军也在推特上补充说，以上预测并不准确，需要在最后时刻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中国航天部门只是在最后时刻发布了火箭残骸的载入时间与落区的经纬度预测。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咱们的科学家与相关部门有些太实诚了，只在能够做出精确预测的时刻公布相关情况。虽然这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却容易在舆论的斗争中将先机拱手让给别有用心的国家。我们明明是积极正义的一方，却遭受了污名化与妖魔化，这已经不是科学的范畴，是政治博弈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的航天部门是设有新闻发言人的。随着中国越发茁壮成长的太空力量正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巨大力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还将担负越加频繁繁重的这个发射任务。我也在此呼吁中国有关部门需要借此机会探索相关的新闻发布以及这个信息公开机制，从而掌握舆论斗争的主导权，来更好地为我国和平利用太空的航天事业服务。好的，非常感谢吴卫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上周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正式将中国国药的新冠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清单。该疫苗不仅成为世卫组织认证的第6种安全有效的高质量疫苗，也成为了清单内的首支非西方疫苗。同时，这也是中国的传染病疫苗首次获得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授权。而当地时间周日，欧盟官员透露，欧盟6月底将不再和阿斯利康续签新冠疫苗采购合同。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所言，中国国药新冠疫苗是世卫组织认证的安全、有效、高质量的疫苗。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公平可及，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做出贡献。中方已经宣布了要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主要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急需。中方言出必行。我们正在就此同世卫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中国国药集团董事长杨晓明在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旗下新冠灭活疫苗获得世卫紧急使用认证，代表疫苗将会供应到更多国家，为全球抗疫做出更多贡献。After 4 months of a strict review, on-site inspections, technical checks, and answers to the relevant questions, the inactivated vaccine was finally placed on the emergency use listing of the WHO. 杨晓明指出，国药集团目前正利用北京、武汉、长春、兰州等6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持续扩大产能，一些国家将会参与疫苗的分包装工作，预计年产能将会扩大至30亿剂。统计显示，中国目前已经向全球多国提供了2亿4000万剂新冠疫苗，比其他所有国家疫苗输出总量还要多。除中国国药外，另外一款中国新冠疫苗科兴疫苗也已进入紧急使用授权评估的最后阶段。美联社报道称，世卫组织表示可能会于本周做出决定。目前，科兴疫苗已在32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授权，约2.6亿剂疫苗被分发。
世卫组织战略咨询专家组的独立专家对科兴疫苗在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智利的3期临床试验进行了评估。专家发现，科兴疫苗可有效预防60岁以下成年人感染新冠。另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在接受采访时宣布，欧盟目前没有与阿斯利康续签6月之后的采购合同，未来是否续购仍需观望。上个月，欧盟已正式对阿斯利康公司提起诉讼，因该公司未履行新冠疫苗供应合约，也没有确保疫苗及时交付的可靠计划。据悉，欧盟今年第1季度原本预定了1.2亿剂新冠疫苗，但阿斯利康公司只交付了3000万剂，第2季度预定的1.8亿剂只能交付7000万剂。双方将于5月26号在布鲁塞尔一家法院就此事对峙。经历数月的紧张关系之后，这场官司很有可能决定阿斯利康在欧盟的未来命运。除了交付严重延迟的问题，阿斯利康疫苗的安全问题才是导致严重信任危机的原因。阿斯利康疫苗是由英国牛津大学和瑞典跨国公司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的一款新冠疫苗。去年11月，阿斯利康宣布疫苗试验成功，声称有效率可达90%。1个月后，阿斯利康首次被英国批准紧急使用。很快，该疫苗在多个国家获得批准，还被世卫列入紧急使用清单。然而，今年3月以来，多个国家报告接种完阿斯利康疫苗后导致血栓和血小板下降的严重副作用病例，部分国家宣布暂停该疫苗的接种工作。丹麦等国家则正式宣布彻底弃用阿斯利康疫苗。为实现接种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六宣布，欧盟与辉瑞续签了一份采购合同，将再次购买最多可达18亿剂的新冠疫苗。这将使欧盟成员国能够在2023年之前应对新的变异新冠病毒，并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而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表示，因为发达国家囤积疫苗，该组织牵头实施的新冠疫苗计划面临巨大的缺口，疫苗鸿沟急速扩大。欧盟不跟他续约，这部分势必会对它的股价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获利会产生一些影响。可是我们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在所谓疫情还是没有相对控制的状态下，它本身是没有分配到疫苗，甚至买不到疫苗，它还是必须要仰赖像这个 AZ 的这个疫苗，因为疫苗的生产不是说我今天一天可以达到多少万剂，全球这么多人口。而美国大量囤积疫苗的行为更是被国际社会所诟病。印度疫情失控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方面日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将向海外输送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至于何时对外输出，提供给哪些国家，美方并未公布细节。上周，美国总统拜登又高调宣布，将暂时放弃对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对于美方之举，却遭到欧盟集体唱反调。上周六，为期2天的欧盟社会峰会正式闭幕，欧盟各国领导人就暂缓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表示，欧洲需要加快疫苗生产，提高疫苗产量，保证疫苗分发公平合理。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中短期要讨论的问题，需从长计议。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称，放弃疫苗知识产权并不能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重点应该在终止对疫苗生产原料的出口禁令以及提高疫苗产量上面。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痛斥美国所谓疫苗专利豁免只是口头作秀，正是其阻止其他国家获得救命的疫苗。美国嘴上说要开放专利权，但实际行动中却将疫苗全部留给自己用。不认为说相对弱势的国家或者是能力有限的国家，它能够因为你开放专利，它就能生产。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开放专利跟生产，这又是两码子事，因为它这个中间的制程，你复制制程可能是相对容易，可是你要去确保你的一些你的流程是不是完全符合你在研制疫苗当中或者是运送的当中，我个人认为说这些可能还是要观望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文章指出，美国支持疫苗专利豁免，或许为的是和制药商讨价还价，以便扩大疫苗生产。也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突然以人道为由，宣布放弃对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这只不过是一场经过精心计算的公关秀。首先，白宫预计7月初将有70%美国人接种疫苗，足以产生群体免疫作用。在当前印度疫情全面失控之际，美国高姿态放弃专利，使其站在道德高地，赢得掌声，希望可从而提升世界领导地位。此外，白宫据报正研究方法，在疫苗专利开放后，防止技术落入中国和俄罗斯手中，凸显美国在处理疫情大流行时仍是政治先行。
印度传出的疫情基本上已经不是只有这1周，可是，在当下这之前，美国并没有做出这些决策。我个人认为，可能要从印太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因为印度之于美国在印太战略的这个角色里面，它在印度洋是占有非常吃重的一个地位。那美国会不会派援助的这个队伍？还是只是提供原物料，还是等等这些，其实可以看得出，就可以能够再进一步去判断说，美国在这一场世界的防疫战当中，它是不是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扮演，还是说只是就现在这样的登高一呼，说我愿意提供我既有的这个资源。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你好，那我们看到呢，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天超过了40万人，昨天还出现了4092例死亡病例。那么您认为面对这种形势，接下来印度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从当前防御抗疫的态势上来讲，印度乃至整个南亚与东南亚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惜的是，不少印度人还存在着2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是幻想着通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救助来摆脱困境，二是幻想着通过打疫苗实现全民免疫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遏制疫情。我之所以认为这2个都是不切实际、解决不了问题的幻想，一是因为当前欧美国家的疫情并没有受到控制，他们即使想支援印度也是力不从心，力度也是有限的；二是杯水车薪，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前全球疫苗生产的进度根本就满足不了印度防御抗疫的需要，更何况现有的疫苗对于变种病毒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也是一个大问题。假如未来印度的新冠病毒再度出现更大的突变，那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因此，当前印度必须要丢掉幻想与侥幸心理，立即着手开展自救，而自救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中国已经被证明了非常有效的经验。第一步就是要立即宣布印度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甚至是出动军警来坚决执行这个紧急状态令。第二步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5封措施，也就是戴口罩来封嘴，通过禁止民众非必要的外出行为来封户，禁止民众出村或者出住宅小区来封村，禁止跨城区流动来封城，以及全面实施边境管控来封禁。而且在这种危急的状态下，就先不要顾及什么自由权了，因为没有了生命权，所有的权利都将会是一句空话。第三步，这是要大量搭建临时性的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感染者，避免交叉感染。第四步，这是要在后勤保障上做好连续实施5封至少1个月的准备，千万不要做个半吊子工程，封锁还没几天，等疫情稍微出现好转了之后，立马就宣布解封。这次一定要封到全国范围内连续多天新增疫情为0为止。这些措施虽然看上去似乎是非常原始、非常老土，甚至还有些简单粗暴，但却是非常管用，同时从中长远来看也是非常省钱的一个办法。我甚至认为，不仅仅是印度，包括那些疫情尚不如印度严重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应该采取这种极端的5封措施。否则的话，你不在疫情尚未彻底扩散开来的时候做，等到疫情一旦失控，就已经来不及了。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刚刚收到的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将与包括深圳市等广东省市政府签订协议，让香港公务员到内地挂职交流。直播港澳台也将会对后续工作的推进和落实持续予以关注。我们再来看香港的其他消息。乱港组织民阵是香港蓝潮派的最大平台，在修例风波期间制造了一次次暴力冲突，成为香港法治被毁、社会动荡的祸根之一。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多个反对派政党及组织与之划清界限后，民阵仍垂死挣扎，拒绝解散。不过，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警方日前已经掌握民阵借用会员的银行账户资料，在向民阵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可以随时执法。
民阵设为香港社团条例，警方早前发信查问，要求民阵在上周3限期前交代6项资料，包括收入来源、银行账户以及与26个团体联署至联合国等。民阵召集人陈浩环竟妄图拿基本法保障结社自由做挡箭牌，混淆视听。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法学教授傅建慈指出，基本法27条保障结社自由并非没有限制，基本法保障任何人有结社自由，但不是结非法社团。你可不可以说有结社自由就走去组织黑社会？所以陈浩环的说法只是狡辩。傅建慈表示，若有团体或组织在明知款项来源并代为存放，或会被视为从犯，涉嫌洗黑钱罪。他又表示，借出账户的组织纵使声称已割席或跳船，但关键在于犯罪时间，而洗黑钱条例早于上世纪90年代已生效。换言之，2002年至今，借出账户给民阵的组织不能逃避刑责。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也指出，若该组织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健康，又或与外国有政治联系，执法机关可用公安条例第8条予以取缔。我认为他们内心有2个幻想。第一呢，他们认为法律仍有漏洞啊，他们认为法律拿他们这种形式的这种没有注册、没有合法身份的社团没有办法，这是他们内心的一个幻想。第二呢，他们还在幻想这个国外政治势力的支持，但是我认为这2个幻想都是不成立的。现在的国安法，按照现在的国安法的这个和香港其他的本地法律啊，是有办法处置他们这样一个非法组织的。同时，他们这个对国外政治干涉的这种期待，我们相信也不会成功。香港大公报早前获得民阵2014年的内部电邮资料，铁证民阵成立至今多年没有办理社团注册及公司注册，并向会员包括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借用银行账户，用来处理收入款项。有资深会员透露，民阵获得的捐款中不排除涉及来自境外势力的资金。而自3月传出民阵涉违国安法被查后，会员纷纷跳船割席，资深会员不满垂死的民阵，迄今仍未交代累计数百万的存款资金去向。民阵全称民间人权阵线，成立于2002年9月，号称是一个关注政治及民主议题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香港反对派成员都参与其中，高峰时有60多个组织加入。民阵的成立之初是针对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但在近年来几乎所有乱港活动中都有其身影。尤其在整个修例风波中，民阵一直是蓝炒黑暴的乱港平台，几乎每次发起游行集会都为黑衣暴徒、港独分子搭桥铺路，最终演变成大规模暴乱。香港国安法去年实施后，民阵仍公然叫板，在去年7月1号和10月1号企图发起游行集会，但在国安法震慑下，最终无法兴风作浪。不过，今年元旦，民阵煽动的游行再次出现黑衣暴徒四处破坏、堵路、纵火的情况。那么，民阵就是起到这么一个横向策动的作用。它旗下一度有多达60、70个组织啊，这个他们的诉求各不相同，但是民阵通过他们的平台，让他们的诉求最后集中到反中央、反政府，就是所谓反中乱港这一个焦点上。所以这个他们危害香港的程度是非常深的。民阵还与境外反华组织有勾连。俄罗斯媒体2019年曾披露，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香港职工盟和香港记者协会等都曾跟在国际上被称为第2中情局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合作，并获取资金。这3个组织均是民阵成员。香港国安法第29条列明，直接或间接接受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持下，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引发香港特区居民对中央政府或者特区政府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即属触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今年3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阵秘书处人士称，除了已解散的民主动力、打算撤出香港的华人民主书院以及公开表明退出的公民党等组织外，另有15家机构及组织实际上已退出民阵。若消息属实，民阵43个成员组织中已经有过半退出。由此可以看出，一众乱港团体纷纷跳船，除了因为民阵的非法身份外，更是担心执法部门调查民阵资金来源时会受到连累。香港大公报表示，非法组织民阵的继续存在是对香港法治社会的莫大讽刺，这也是民意汹涌要求将之取缔的原因所在。
更何况，国安法结束了香港国安不设防的历史，岂容破坏国家安全和香港法治的行为继续存在？文章称，香港当前的良好形势来之不易，港人对此无比珍视。打扫房子不能留死角，依法打击乱港势力是全社会的共同呼声。只有坚决落实国安法，维护香港的法治，港人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维护。我们也看到，现在民政还在以法律来做挡箭牌，是吧？他们试图说这个他们的行为是受到基本法的保护的，但是非常清楚，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国安法还是香港本地法律，对他的这样一种非法的组织形态，都最终是不会容忍的。我们相信，在2-3个月以内，2-3个月之后吧，我们就应该会看到一个后果。这个组织是绝对按我个人的看法，是绝对没有理由让它存在下去的。香港头条日报网日前发表评论称，随着中央先后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这套治乱组合拳成功令香港政局重回正轨，令反中乱港者再难拦炒香港，也使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能够集中精力在破解经济民生难题上。但也要清醒看到，反中乱港势力仍然谋求反扑，外国势力也不会让香港风平浪静。国安法堵塞了香港国安最主要的漏洞和短板，但在不同领域各种软对抗依然存在，香港的国安风险仍高。文章说，现在并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相反要利用这一段相对稳定的环境，该打击的打击，该规管的规管，该设立的制度尽早设立，构筑国安铜墙铁壁，维护香港长治久安。